经过2个多月的寻找呢，我们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非常中意的农场。这个呢，就是从农场的大门走进来一个前院。这个前院呢，有一栋60、70年代盖的老房子呢，这个房子虽然很老了，但是它的基础还是比较好，而且它有3个卧室，整个房子的格局都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可能会给它重新翻新一下，我们会给它盖成那种现代工业简约农场风格的房子。那整个的过程呢，我会陆续在后面的视频中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对这块感兴趣呢，欢迎你关注我的频道。今天的视频呢，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农场的一些概况啦，以及在买农场的过程中呢，大概大家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以及这个农场在这个周边农场的价格呀，包括我为什么买农场等等。那我们这个农场呢，是在休斯顿的北边，从 downtown 开车过来大概要2个多小时，是100英亩。它上面呢80%都是宽阔的草原牧场，那上面已经有人在养牛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地是租给农民，农民在上面养牛。那这个地的另外20%呢是被这种森林覆盖的所以这个又是很好的打猎的地方。那这个地的中间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湖就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找农场的时候，我们就想里面最好一定要有一个湖，如果你找的地正好没有湖的话，我们也计划自己要挖一个湖出来。自己挖湖呢，那就是说你可能还要等这个下雨的时候才能给它蓄上水，那最好是有一个湖，这个湖里呢已经有水了，那可能我们过些时候放一些鱼苗进去，湖里就会有一些鱼的生态系统将来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钓鱼。那看过我前面视频的朋友应该都还记得在找农场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想要找这个农场上最好有橡树，就是美国南部的这种庄园特殊的这种气质橡树庄园。其实呢我们这个农场呢就有非常漂亮的橡树林，就是我们现在飞过的这一块，就很可惜我拍这个无人机拍的时候，我们拿到这个 close 完这块地以后已经到了冬天了，所以它的树叶全部落下来了。我记得当我们在夏天的时候10月份来看的时候，哇，那个橡树园非常漂亮。那这块地呢还有一个我们特别喜欢的气质就是它的西边非常的开阔，那在落日的时候从西边辽阔的远远的望去那个落日夕阳非常美丽。总之呢，这块地呢是我们在这个寻找农场这几个月3到4个月中看到的条件最好的一块地。它呢又有牧场，又有森林，又有湖，西边又能看落日，非常开阔，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橡树，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我们寻找的所有中最完美的一块。它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缺点像我们看了有的地呢就是离主路太近，晚上会非常吵，有的还在铁路附近，有的甚至直接有铁路在旁边通过，所以那些地的话条件都不如这个好。那有的地我们看到上面直接还有油田的油井。那在德州买过房的朋友可能会比较了解我们买了土地，我们是拥有土地的，但是我们并不拥有土地下面的这些矿产资源，所以呢当有这个油公司想要来你的地上打井跟你协商之后，他是有权利在你的地上去开采地底下的矿产资源的。那买农业地呢，另外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考虑它有没有 flood zone， 有没有被水淹的地方，看看周边有没有被水淹的地方，农场上有没有被水淹的地方。如果呢有一些部分被水淹，那它又没有挡住你的入口，主要的交通的这个道路没有被挡住的话，那就看你被水淹的这个位置你能不能接受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在上面的视频有一期就是整个这个入口是被水淹的，我们呢觉得这个工作量太大了，要修个桥进去，那最后那块地也是卖出去了，所以呢就是没有卖不出去的地只有价格合适都是可以成交的。所以呢
就是说价格合适的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那这块地呢就是价格又合适，地的状态又非常的好。那说到价格呢，我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啊，所以在休斯顿城的北边2个小时这样的农业用地啊，这样基本是在7000到1万一个英亩啊，因为这个地它已经没有太多的树林在覆盖它了，它已经是比较好的牧场了，所以呢它在7000到1万，而且它又有电又有水，然后你还可以找这个液化天然气公司来帮你装上天然气。像我们前面看的啊，就是全部是森林覆盖的那种地的话，大概就会是$4000多一个英亩，因为你要是把每个英亩的这个森林树林清除变成牧场的话，也是每个英亩上要再加3000到4000的，所以也就是7-8千一个英亩。那你要自己要这个引电过来，然后自己要挖井通水，这可能都是你要把成本加上去看的。当然这个买农场的每英亩的单价，就是你买的越多，单价肯定是越低的啊。我们最早其实也是只想看40-50英亩的农业用地啊，但是当我们走到40-50英亩的农场看完之后，我们就感觉可能好像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后院哈。你看过100英亩的土地以后，感觉到这是田园牧歌式的这种农场，放眼望去啊，非常的辽阔，让你能感觉到你的身心整个是回归到自然中，完全被自然裹挟融入其中。那当初买这个农场的初衷也是我跟我朋友想找一个周末可以去的地方哈，让孩子还有我们啊充分的感受一下自然，那参与一些户外的劳作哈，我们会养一些牛啊、羊啊、鸡啊，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包括我们想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尤其是经历过疫情之后哈，让孩子从现在这种虚拟的电子设备的这种学习中回归到自然，感受自然中的林林种种，感受自然的生存方式，感受自然的魅力。那买农场的另一个原因呢，也是从经济上考虑哈，把它作为一项投资。因为从人类历史上来说呢，如今我们进入到一个超发货币的一个疯狂超发货币的一个时代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的印过钱。那这样的话，肯定未来就是所有的现金就是越来越贬值，通货膨胀会增高，所以我们手上如果有一些闲置的现金的话，可以把它买到资产。那资产呢，每个人的这个偏好是不同的，有人喜欢流动性好的股票啊、债券这种金融资产，那有的人呢就会喜欢这种固定资产啊、不动产、房产呀、地产啊、土地啊等等。那买那个农场的这种农业用地呢，那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它的 holding cost， 它的这个成本比较低。因为作为房产税来说，我们只需要交那部分这个土地上的房屋那部分房产税。那对于土地如果是农业用途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申请 agriculture tax exemption， 就是农业的这个税的减免。这样的话 holding cost 就非常低。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不好啊，所以它变现能力也比较差。如果说你想说在土地上有升值的部分，可能你需要拿的时间长一点，比如拿个5年以上，5到10年，甚至10年、20年，可能你才能够享受到它成长的那一部分的增值。另外一个就是它也不像是我们买一个出租房，那出租房我们还可以利用杠杆，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现金流的收入，那我们现金流的这个收入就可以去还银行的贷款。但是这个土地呢，你买一个农场，你很难说做一个农场经营，然后用这个经营来还你的贷款。所以的话，如果说现金上有压力的话，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那就是说你只是有一笔现金可能正好闲置，没有特别好的去处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它给你带来日常的现金流的时候，你把它作为一个资产配置到土地上啊，作为一个长期持有的资产。
那投资农场呢，实际上投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哈。土地增值这部分会随着时间呢，长期持有会慢慢的，因为人口如果在不断的增加的话，那土地永远是稀缺资源，所以它还是长远来讲还是会升值的。那如果你是一个热爱户外哈、热爱自然、热爱健康、热爱劳作哈，想要自己亲身体验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话，那我想买农场呢就是一项适合你的投资。那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就是先把老房子翻新，那翻新以后呢，我们自己住一住，那同时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 Airbnb 上出租出去哈，也为这个农场带来一些现金流的收入。那等到春天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养一些动物，养一些鸡呀、养一些羊啊，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在养牛了，我们租出去了，所以呢就会养各种各样的动物。到时候呢我会一一的做成视频，慢慢的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呢，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和我交流。感谢你的收看，那我们下次见。